大家好，有很多朋友呢希望我讲讲美国留学以及美国学生签证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打开的网站呢是 USA.gov 的网站，这个网站呢是官方的一个网站啊，这边的话说明的比较详细啊，关于教育之类的啊，在美国学习英语和上大学啊，我们就今天只看这个东西啊，这边说的很详细啊，了解是这边我是双语对照翻译了。首先的话，去美国留学呢，并不是说，完全意义上，你比如说你去美国学一个计算机科学，或者说学个金融啊、科技啊这类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啊。那其实去美国留学的话，你也可以去学英语啊，因为你的英语的话不是你的母语嘛，所以说你可以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就是 ESL 课程啊，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啊。就是 ESL 的 program 啊，那么你就可以啊。然后呢，说实话，他这边也推荐啊，推荐的话，如果真的想学英语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去美国留学啊。那其实他这边有互联网的，可以在网上啊，在家里通过啊某某网站学习英语啊 ，USA Learns.org 啊，或者说将应用程序下载到手机或平板电脑。这些网站我刚才看了一下啊，非常不错的网站啊。好，我把这个网站打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网站做的非常不错啊，它是免费学英语的啊。这的话，这个说30%off 的啊，这个是一个广告啊，不用管它啊。然后其实是免费学英语的啊，它是因为有很多人移民到美国嘛，所以说呢，他们到移民到美国之后呢，来自国家呢不是英语的母语国家，所以说呢，这边他美国一些官方的话会给你一些培训啊，那所以说学的课程都是一样的啊，很不错的一个网站啊。好，说完了互联网的话啊，互联网学习的话，这个是免费的啊。那么如果说你想实际去面对面跟人交流，那这样的话学得更快，是不是？你完全360度啊，环境都是融入到英语环境当中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去美国去学，是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社区学院啊、大学或非营利的组织啊，但是这个的话是针对这些住在美国的人，但是也可以去找一下啊。那么比如说刚才有个链接，我点开之后呢，它这边是可以查询这些教育资源的啊，然后呢，我可以搜索一下这个 ESL 的这个课程啊，比如说学英语的课程，然后呢，比如说我输入邮编啊，然后呢，选择这个英里范围啊，范围圈，然后 Get Help，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学这个 ESL 课程的学校了啊，包括地点啊。那么有些地方的话，它是不具备留学生招收的啊，那么有些学校呢，它是有这个资格的，所以说你要每个网站看一下啊，可能电话联系一下或怎么样子啊。那学校资源是非常多的啊，如果说你作为美国居民的话，那是很方便的这个样子啊。作为国际学生的话，你要自己筛选一下。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学院或大学的说明啊，以下5个步骤说明了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或学院学习的流程。第一个啊，你的选择你要读什么学位啊？那有些的话读大专啊，学副学士类似于副学士。那么学士啊，那就是本科啊，第一专业、硕士、高级、中级和研究型博士。那博士的话，这个学位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如说 PhD 啊、MD 啊、JD 啊，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系统不提供第2个或更高的博士学位，但提供博士后研究计划啊。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如果说你真要读博士的话，其实你应该很懂啊。那么首先的话，这里呢，他说在你的国家找一个教育咨询中心。那么这个咨询中心呢，其实呢，它是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里面的一个教育咨询中心啊。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叫 Education in USA 啊这个项目啊，它是会有一些会议啊，那么免费参加的。那包括之前的话，我也刚才看到过，就是有些美国一些大学啊，它来中国招生的话，可能会比如说针对这些分数比较高的学生，那么包括英语托福成绩都比较好的学生的话，他会提供全额奖学金啊。刚刚我还看了一个，他最多好像可以提供每年是3万美金，总共下来的话是12万美金。那如果说你可以这样子的话，等于说相当于可以免费在美国上大学了啊，非常低成本。那么第2个的话，学院导航员啊，这个是查找和比较大学的位置、机构类型、计划、专业啊。这个网站也非常不错。这个网站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些类型啊，比如说哪个州啊，然后这个地图可以打开来啊，比如说选择哪个州，对吧？比如说这个内华达州，对吧？然后就选择啊，这个我就不做了啊。第3个，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啊。计划 SEVP 认证学校啊，说实话啊，验证您感兴趣的美国学校是否经过认证。所谓的这认证呢，就是可以发签证啊。那么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啊，因为这个网站的话是属于 DHS 的啊，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个网站。那么它这边意思就是说，这个认证过的学校，它是有资格去发放，让你获得 F1 或者 M1 的。好，那么我把它翻译一下啊，然后呢，我这边可以选择一个内华达州好了啊，我稍微了解一点。
内华达州啊，然后呢，我这边可以把这2个都勾选上啊，点 apply 啊。好了啊，这样的话筛选的话，它是筛选出来是2个一起的，就是它签证类型可以2个一起的啊。那么很多人他听说过 F1， 但是没知道 M1 其实是个职业教育啊。那我如果说把这个勾选掉啊，然后把这勾选掉啊，把这 F1 勾选掉，至少要 F1 签证啊。好，这样的出来了啊，它这个有 F1 资格是吧？那比如说这样子是吧？然后呢，那我拉到底下面啊，那这个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 UNLV 的啊学校啊，这是在拉斯维加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啊。那么就是有 F1 资格的，那有些学校的话它是有 M1 资格也可以招生啊。好，接下来是个留学生故事啊，这个的话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比如说就是一些人来分享一下在美国留学生活的一些感想吧。那么第2步的话是得有钱啊，你没钱的话没法留学啊。首先的话，这个证明资金来源的话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美国政府是不向国际学生提供贷款、赠款和奖学金的啊，奖学金的话这是学校在给你的。那么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你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那么在美国留学是很贵的，你的祖国教育当局啊，因为毕竟有些学校的话啊，比如说你读书好的话啊，好的学校，国家也有公派项目嘛，公派留学，那么这个的话那就很方便了，那就真的是省了很多钱。那第2个的话是国际招生办公室啊，就是许多美国的大学呢，它是有国际的这种招生部门嘛，它是提供这些帮助的。那么首先的话得你成绩好啊，成绩不好的话那肯定是不过关的。奖学金和赠款啊，这些的话是私人基金啊、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那么这边的话是可以一个工具，可以收奖学金啊，这个非常好啊。好，下面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交换计划啊，这些交换计划的话就很多类似于这种交换生嘛，比如说这个某某大学跟美国的某某大学合作啊，那么美国的大学生到中国来读书啊，这样的话他是交学费的话是按照自己母校去交的，比如说你宁波大学去美国读书啊，然后你在美国读书的话，但是享受美国教育的话，但是你付的学费是按照宁波大学去交的啊。好，第3步完成您的申请，那么可能的话它有些入学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这些英语成绩很重要，还有 GPA 成绩，比如说你读本科阶段的话有 GPA 的成绩单啊，基本上每个去国外读留学的硕士的研究生之类的都要中国内地大学提供这个成绩单啊。那么这个的话学分认可外国文凭的话，你这个可以自己看一下啊。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认可外地学历啊，基本上都在这里啊。其实大家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他们其实美国教育部呢是不评估外国学位和资格的啊，这边呢也只是给了你一些建议啊。好，标准化测试，那么有些如果说他们有些人想直接在美国上本科的话，有些可能需要参加这个 SAT 考试啊，这个不说了。那么英语作为外语考试，托福这个很重要啊。有些人的话他可能会考雅思啊，考雅思的话对这种英联邦国家比较重要一点，但是呢，如果说美国的话，其实有些学校的话，它也是承认这个雅思的，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承认这个雅思的，更多的话，他们承认托福，甚至有些人告诉我多邻国啊 APP 好像也可以被承认。其实的话，多邻国的话那太窄了，那承认的就没几家，对吧？那我就最建议还是去美国还是考托福吧，去英国考雅思。好，关于申请签证啊，在申请学生签证之前，你必须被一所 SEVP 认证的学校接受。刚才我测试过了啊，有些 F1，有些 M1 签证。那么学生签证类型你都可以了解啊。那么下面的信息的话都比较简单啊，比如说学生签证，包括预约的话啊，这个我等一下我再讲啊。准备出发啊，这个的话是关于一些你要了解的信息，比如说逗留期间啊，美国生活啊，学习工作啊，那这个太多了啊，讲起来太多了。在美国开车啊，开车之前我讲过啊，英语的作为第2语言的听说读写，所得税这个问题。我现在打开网站呢是内华达州的一个社区大学的网页，那么这个网站的话是 CSN 这所社区大学的招生的项目啊，我可以看一下项目啊，它是国际学生啊，可以申请下面的其中一个啊。第一个是学位啊，学位的项目就是比较简单，上大学嘛啊。第2个的话，桥梁课程啊，就是类似于预科啊，先读1年，那么过渡一下。第3个是 ESL 课程啊，就相当于是专门去学语言啊，完全学语言。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初始学生啊需要哪些东西啊？点开初始学生之后啊，就是新生嘛，新生报到啊，怎么样被录取？然后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好，初始学生的话符合以下标准啊，第1条的话必须从自己本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申请啊，不能在美国申请。您需要 CSN 的 I-20 啊才能获得 F1 签证啊。您将使用 I-20 进入美国，并在 CSN 学习，这个比较简单。I-20 的话可以大概理解成录取通知书一种啊。然后呢，所需经费啊，
第一个在线国际学生申请啊，这个的话点开来之后呢，是一个创建账号的地方。点开来之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网页啊，这边的话可以创建账户，然后你把些相关材料然后上传上去啊，它可以给你发 I-20。第二个护照复印件。第三个银行对账单啊，这个要证明自己财力证明。第四个啊，国际申请申办者表格啊，刚才那个翻译不是很准确啊，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赞助人的信函啊 ，sponsor letter 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话，就是在此声明啊，然后学费啊不能提供不少于3万美金啊，那么就这样说明啊，比如说这个学生声明，然后我跟学生的关系，然后我的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然后呢再签名啊，这日期就行了啊。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父母来填写啊。那第5条的话，英语水平测试成绩一览表啊，这个的话啊是得看人啊。比如说你学 ESL 的话，这个就是比较低了嘛啊。然后如果说你学这种学位课程啊这样的话就比较高了。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好，第6条是高中文凭成绩单啊，这个必须要有啊，成绩单的话要有啊。那第7条的话，45刀申请费，申请时注册支付是25刀啊，注册时支付20刀啊。那不管了啊。入学和注册流程，第一个填写国际学生申请表，那么就刚才那个创建账户地方啊，上传所有要求并在线支付申请费。那么第2条是收到一封邮件啊，那验证账户。第3条是 I-20 和录取通知书将被签发啊，并且它会邮寄到你在国内的地址。第4条呢是收到这个 I-20 之后呢，就是你可以开始预约申请这个 F1 签证了。第5条是在线支付 I-901 的 SE-VIS 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是美国的 ICE 收取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里边的话，他说2004年开始啊，国会强制所有非移民学生和交换访问者必须支付 I-901 SE-VIS 费啊。那么这个费用的话是省不了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大致说明，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你是申请 F1 签证的话，申请人的话必须全额支付啊350美金。好，第6条的话就是你开始签证面谈啊，比如说去大使馆去要去面谈啊，那么准备充分的文件和信息嘛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准备的话，第一个语言成绩啊，语言成绩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办学生签证的话都要英语交谈啊。还有的话就是这个财力证明啊，你得证明自己有钱以及足够经费资助你上大学啊，不中途把学业给中断了。第7条的话就是上课啊，开始强制性上课。第8条的话是一个分班测试，类似于啊。第9条的话就是在线支付强制性医疗保险啊，那么在入学期间啊买这个医疗保险。第10条的话就是联系教务处开始报名。第11条的话就交学费买书，准备开始新学期吧。看上去还是很简单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如果说你学这个英语成绩需要哪些成绩啊，大概是什么样要求啊。他说这边项目的话 ESL 的话他这里没有列出来啊，比如说他这边显示啊 degree 的话就是学位课程，那么托福的话61啊，那么雅思的话是 6.0 分啊，那么多邻国这边也是被承认的90啊。Passway 的话就是一种桥梁课程，然后是52 5.5 80啊，这个大家最好看一下。那么下面的话它还有一个关于学生费用的年度预算啊，大概就是它有个预估啊，比如说的话啊，这个学费啊1万多，那么书本费啊，还有这个住宿跟餐饮啊，那么大概就是1万多啊，个人费用、生活费用啊，这个交通费用啊，健康保险，大概的话就一年的话3万多美金啊，这个要注意啊。所以说呢，你要提供的资金证明的话，证明自己每年的话能开销啊，能覆盖这个3万美金的费用。那么我现在打开的网页是 UNLV 的国际招生的网页。UNLV 的话，在美国的话不算特别好的学校，但是也不是说非常差的学校，所以说我们做个典型来讲一下啊。那么我把它翻译一下。需要 F1 签证来美国学习，您将被视为国际学生啊，按照以下流程申请 UNLV 啊。然后呢，入学条件啊，第1年的话什么成绩啊，那么GPA 啊，这高中成绩单也需要的嘛啊，秋季入学啊，然后呢这个入学时间啊，那么 IELTS 处理时间的话是学期开始前6周处理啊。申请费用它比那个 CSN 要贵啊，就是要95刀，然后这边可以点击立即申请，也是一样的，会让你去注册一个网站啊，然后上面去提交一些证明，然后呢他给你看看啊批不批。好，第一步入学所需文件啊，高中成绩单，那么任何非英语书写的成绩单都需要经过认证的翻译件。如果说你读的是研究生的课程的话，那你提供本科的成绩单啊，那个也是要评估的啊。提交英语水平证明。那么对于 UNLV 的普通入学的话，国际学生必须提供以下方式之一啊，提供英语水平证明。
请注意啊，考试成绩必须在申请时不足2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成绩必须2年内的成绩，你不能说4年前我考了雅思考了7分啊，那么现在的话它不算啊，它重新考过呀。那么总体评分，比如雅思的话，必须总体评分为6啊，没有低于的5.5的任何一项啊。那多邻国这边也被承认啊，它大概就是有这么多啊。比如说那个托福的话，这个总分的话是61分啊，选项还挺多的选项。这边还说明啊，英语成绩是强烈推荐的啊，必须要有啊。那么如果说你是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就不需要英语水平证明了，比如说新加坡都不需要啊。那么下面的话就是个桥梁课程，比如说预科之类的啊。然后我们看第2步啊，递交申请后的补充文件啊。首先的话，这个 ACT 和 SAT 考试成绩的话啊是不需要的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是以1年级学生的身份申请啊，并且参加了任何一项考试，建议您提交啊正式考试成绩，这个跟大部分人不相关。第3步，申请经济资助啊。一般来说的话，外国人的话申请经济资助的话有点难啊。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第4步的话，就是 MyUNLV 的这个程序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定期检查你的账户啊。那么第5条的话，就接受入院啊。那么接受入学申请，并完成待办事项签单上的所有检查项目。那大概的话就是语言成绩啊、护照复印件啊、银行对账单啊，包括暂住证明啊、财力证明之类的。好，第6步就是提交 I-20 文件，一旦被录取，您将收到国际招生邀请啊，登录这个 OISS 学生门户网站，你可以上传所需的 I-20 文件。那么请注意，未能提交所需文件将导致 I-20 签发延迟啊，还是比较严格的，没有像 CSN 这么简单啊。那所有被录取的国际学生必须上传以下文件啊，2个文件：机密财务证明 CFC 表啊。请注意填写 CFC 表格上所有必填部分的银行信函，那不得超过计划开始日期后1年，包括银行标志啊，什么这个持有人的姓名啊，并且由认证银行官员盖章啊。那么你要证明自己有钱。那么剩下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签证的问题啊，他这边没有关于很多介绍签证的问题，对吧？好，我现在打开的网页呢是申请美国签证的一个官方网站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具体怎么样办啊。首先的话，签证说明和申请条件啊，我刚才说了就是 F1 跟 M1 的2种类型啊。那么大部分的话都申请 F1 签证啊，那么就是被美国承认大学，那么包括美国大学、学历院啊、私立中学啊，这些都是。如果说希望在美国非学术或职业教育机构进行学习或培训，申请 M1 签证。好，关于外国学生进入公立小学是不得进入的，也不得进入政府资助的成人教育项目就读。如果说在公立中学读书的话，申请人是可以申请 F1 的，但是外国学生在该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也就是说不能超过1年，而且呢也不能接受任何赞助就必须自己掏钱。好，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的新入学的学生签证呢，可在学校课程的开始日期前1年内签发。我们鼓励学生签证申请人在收到 I-20 表格后，尽快提交签证申请及安排签证约见。还有个是要30天规定比如说你签证是拿到了，但是呢 I-20 上写的表格，比如说写的是9月1号开学那你只能提前1个月之内比如说8月1号出发，那么30天之内才能出发。那如果说你提前2个月出发，6月份就开始出发了，那你就可能被拒绝入境。那如果说你9月1号本来要入境的话，那你结果延期了，延期的话，你这边的话就要求学校在 SEVIS 系统里面更改日期。那如果说继续就读的学生比如说不是新入学的学生，那么你这个是可以在任何时期只要维持这个美国身份，并且登录在这个系统里面记录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可以在任何时期入境美国。好，申请材料如果说你要申请 F 类或 M 类签证的话，其实也跟 B 类差不多就是无非就是多了个 I-20 跟 SEVIS 的费用那比如说呢，你首先的话 DS100 表格必须要填写，那么护照是至少6个月，照片那么签证获发的话，这个交笔什么签证互惠费，这个中国的应该好像不需要那美国学校的或项目提供的 I-20 表格。下面有句话非常重要除上述材料外，申请人还应出示面谈预约单，这个的话普通人都要那还有的话就是要证明提供其他支持性文件支持性文件包括哪些呢？请在面谈时携带以下材料第一条的话，表明经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具有牢固约束力的文件证明你有钱第二条的话也是关于钱的问题，证明有充足资金支付第1学年的所有开销，并且能够为在美停留期间的所有剩余开销找到足够的资金来源。那么 N1 的签证申请人的话，必须证明其有能力支付在美停留期间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
第3条比较重要，我们不接受银行对账单的影印本啊，不接受这种复印件啊。那除非您能同时出示银行对账单原件或银行存折原件。那如果说你有资助人的话啊，比如说你有父母帮你的话啊，那你的出生证明啊，资助人最近的纳税申报表原件啊，银行存折、定期存款证明。那么还有就是能够证明学术准备情况的学术性文件，比如说这些考试成绩单啊、英语成绩啊、毕业证书啊。那么还有的话，赴美研究学习计划的详细信息啊，包括导师的联系方式啊，这个学习范本，包括你这边可以点击一个学习一个范本啊，范本是这样的范本啊，可能会被提问啊，大部分的话都是研究生或博士生需要。还有就是一份详细介绍以往学术或专业经验的简历英语版啊。那么如果说你读这种博士之类的话，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些论文信息啊。那么提供的话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表格啊，那么大概这样要求。美国学校或项目提供的 I-20 签名原件啊，签名原件针对返签学生啊，导师的个人简介简历或打印网页啊，针对所在美国教育机构已为其指定导师的研究生啊，这个是研究生项目的问题。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如果申请美国学生签证的话，其实跟办旅游签证的话差不多啊，只是说录取流程包括这个 I-20 表格的话是需要带的啊，包括一些这些银行对账单的证明，可能是包括英语成绩的话是需要提供的，甚至还需要你用英语去跟签证官面谈。那么今天整个流程的话就到这里啊。